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如果你在网上搜索银河系的照片，除了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是的啊，他们都是能够看到银河系全景的照片了。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银河系，怎么能够拍得下银河系呢？就像你站在森林当中，怎么可能知道整个森林长什么样子呢？当然，无人机似乎可以啊，飞远一点就能拍出全景了。可即便我们放出去的无人机旅行者1号已经飞了45年，飞出了200多亿公里，它连这片森林的边边都还没有摸到呢。不对啊，这样说不太准确。相对于我们所在位置银河系的厚度1000光年，也就是9500万亿公里而言，它基本上等于还停在原地。所以这些照片都是照片，假的，不过却是科学作假的。那么我们就该问出这个问题了。天文学家怎么就那么自信我们的银河系是长成这个样子呢？是一个棒旋星系呢？他们的结论来自以下这几个线索。第一，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够观察到的啊，在漆黑的夜晚，只要用肉眼，我们就能看到一条横跨天空的明亮恒星带了。它其实就是在明确的告诉我们，银河系基本上就是一个扁平的圆盘形状了。而这条恒星带呢，就是我们在圆盘的内部看到的恒星盘的样子了。第二，我们在地面和太空当中都是有望远镜的。当使用它们从不同的方向拍摄一系列银河系圆盘的照片之后呢，我们进一步发现，这些恒星的确都是集中在一条狭窄的条带当中的，于是就更加证实了银河系是一个螺旋星系，而不是椭圆星系的猜想。因为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看到的银河系当中的恒星呢，应该在整个天空中分布的更加均匀才对嘛。好，既然是螺旋星系，那么如何确定银河系旋臂的特征呢？第3个重要线索就出现了啊！被炙热的年轻恒星电离成自由质子和电子的轻云，它们能够揭示出这些年轻恒星的许多特征了。而对比这些特征和我们观察到的宇宙当中其他螺旋星系旋臂里面出现的相似特征，我们就能够将银河系自己的旋臂绘制个大概了。虽然多年来还是存在着争议啊，比方说我们究竟是有2个旋臂，还是有4个旋臂等等。但这些已经是我们足不出户能够得到的最好猜测了。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真的站到外面看回来。